大家好，我是龙儿。解冻肉不要再用水泡了，酒店大厨教我一招，10分钟快速解冻。解冻好后和新鲜的一样，不仅口感好，吃起来也更健康。解冻肉是每个家庭主妇常做的事情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，我们在做饭之前，头一天就会想到把冻肉放到冰箱冷藏起来，让它自然解冻。但是人非圣贤，谁都会有大意忘记的时候。大多数人的做法都会选择将肉放到水里面浸泡化冻。其实我们把肉放到水里面浸泡化冻，那是非常不健康的，不仅化冻的时间长，化冻出来的肉也不好吃。前天我在酒店大厨那里偷学了一招，整个过程不用水泡，简简单单就能将肉化冻，又快又好。今天就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像我们家的这一块肉，它非常的大，有3斤重的样子，全部坨在一起。像这种大块又坨在一起的肉，化冻起来非常的麻烦，也浪费时间。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实验，看一看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有说的那么好。首先我们把这个3斤多重的猪肉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，因为猪肉比较多，所以呢准备的盆子就要大。接下来取出家里面的盐，我们用勺子或者是用手将它撒在肉的表面。我个人比较习惯用手，因为用手来撒的话会比较均匀，每一个地方都能撒到。而用勺子的话，盛出来之后它很容易堆积在一起。因为我们今天化冻的这一块肉它比较大，而且还坨在一起，化冻起来比较困难，所以说呢盐的量也要有所增加，多放一点盐，不要舍不得。猪肉的这一面撒好盐后，现在我们用手将盐均匀地涂抹在整个猪肉表面。说实在的，这一块猪肉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，摸起来更是寒冷刺骨。如果有一些朋友不能摸凉的，那么在抹盐的这一个步骤上面，大家最好是戴上一个塑胶手套，那样的话就要好许多。就像我现在徒手来抹食盐，还没有抹到几下，整双手就已经被冻得发麻了，感觉这双手根本不是自己的一样。俗话说得好，坚持就是胜利。所以说我也就厚着手皮坚持了下来。猪肉的这一面已经完全涂抹好了食盐，现在我们把它翻一个面，和刚才一样，用手往上面撒上食盐。一般情况下用来解冻的食盐，我用的都是比较细一点的，这样的食盐搓起来不容易划伤手。如果盐的颗粒太大，比较粗糙的话，在搓的过程中，对于我们的手摩擦力非常大。所以说解冻肉的时候，我们用的盐尽量选择细盐，每一个地方都要搓到，尤其是这些粘连在一起的地方，或者是肉块叠加在一起的地方，这些地方它是最难被化冻的。所以说像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多磨一会儿。所有的盐全部涂抹均匀后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肉的边边角角已经比较软了，用指甲就能轻轻地将它推动，只是边边角角非常软，其他的地方还是和石头一样坚硬。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进行第2步操作，取出家里面的白醋，给肉化冻的时候用上一点点白醋，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用处。但是这里我建议大家购买白醋的时候，一定要认准酿造型的白醋。酿造型的白醋是用粮食纯酿造而成的，用起来也会更放心。而白醋生活中常见到的有瓶装的白醋以及这种袋装白醋。我们用来化冻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尽量用这种袋装白醋，因为它的价格更实惠，用起来也更加划算。我们用手在白醋袋子的顶端撕上一个小口，只需要撕上一点点小口子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觉得撕起来比较困难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根牙签在顶部戳上一个小孔即可。这个孔不能太大，不然的话白醋我们就控制不住。一定要少少的撒在猪肉的表面，然后用刷子均匀的将白醋涂满整个猪肉的表面。生活中大部分朋友遇到紧急情况要给肉化冻的时候，都是选择用水来泡，或者是把它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叮上2分钟。
感觉肉就可以被滑动了。但是微波炉虽然方便，有时候用起来也确实好用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用它来滑动的时候，一不小心火力开得太足了。当肉解冻好之后，外面都已经被烤熟了，而像这种情况，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。因为我每一次用微波炉滑动的时候，一般情况10次有8次都把肉给烤糊了。每一个地方都要喷到白醋，其他的2面全部喷到之后，我们将肉翻到这一面继续喷洒，尤其是猪肉块重叠在一起的地方，更要多喷上一些白醋，这样才可以加速猪肉块的解冻。说到这里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很多朋友平时给肉滑动用的都是水来泡，殊不知水里面含有大量的细菌，如果水质不好的话，里面还有一些微生物。这个时候我们将肉放在里面长时间的浸泡，不用我说，那肯定是不好的。到处都刷好白醋，淋上白醋之后，我们现在将肉放在一旁，让它自行滑动3分钟。3分钟后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肉。可以看到肉现在它的边边角角已经变得特别柔软，用手轻轻一触摸就左右摇晃，而且面积还比较大。我试了一下，想要把重叠在一起的地方掰开，用了很大的力气都掰不开，所以说由此可见猪肉块还没有完全滑动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管它，继续将肉块放在里面静置几分钟。这一次我们再把它放在一旁静置个6分钟。6分钟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肉的边角已经变得特别柔软。我个人觉得现在用刀切已经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它切成小块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用清水将猪肉清洗一遍，把上面的白醋还有多余的食盐清洗下来。倒上水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肉块叠加在一起的地方先把它掰开，掰开后再来清洗，这样就可以把猪肉清洗得更加干净，更加彻底。我们试想一下，3-4斤的肉全部叠加在一起，经过8-9分钟的时间就完全将它解冻了。这个时候肉块就能完全掰开，由此可见现在肉已经非常柔软，想要把它切成片或者是块已经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由此可见这个方法还是非常棒的。因为我们今天滑动的肉非常的厚，非常的大，而且还有部分地方完全叠加在一起，成了一个肉坨子。像这种肉坨子的形状滑动起来是最为艰难的，但是只用了8-9分钟的时间还是被解冻了。所以说如果我们用的是比较小一点的肉块或者是肉条的话，大概3-5分钟的时间就能将肉解冻。这么大一块猪肉，现在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能用菜刀将它分切成小块了。分切好后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像刚买回来的新鲜肉一样，虽然中间还有一点点的硬性，但这个时候滑动好的猪肉是最好切的。同时也能看得出，这样滑动出来的肉里面非常的鲜嫩，和刚买回来的新鲜猪肉一样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我们解冻出来的肉。分切好的猪肉，我们现在用保鲜膜分次将它包裹起来。我们的保鲜膜将它这样包裹起来之后，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。那么下一次再忘掉提前把猪肉拿出来提前滑动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在做菜前取出其中的一块，以今天教大家的方式来滑动的话，3-5分钟就能让肉完全滑动，特别的柔软，滑动出来的肉也和新鲜的一样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哦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